哒哒，颜值不够，小花来凑。今天呢，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大消息，那就是我终于要摆脱二孩他妈这个身份了。因为我即将成为3个孩子的妈妈。给大家看一下孩子们的战场。哇去！我应该错怪了孩子们，因为这些都是我的衣服。因为我没有好好喝水的一个习惯，所以呢，我决定以后早上都要准备很多的水果给自己吃，并且规定自己一定要吃完。那真的好想带孩子们去度假，于是我们决定，那就去呗。其实我有好多朋友在知道我有了第3个宝贝之后呢，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哇，好有米呀！面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想说，我没米呀，但是孩子可以照生，因为政府会给钱呀。前3个孩子，每个孩子是有194欧还是198欧，因为它每年都在变，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变，就在增加，让我都没有办法记住这个数字，甜蜜的负担。暂且就为了好算吧，每个孩子政府每个月会给200欧，然后每个月父母还会有父母金，这个 Elterngeld 它每个月是300欧，一共会发14个月，而且是最少300欧。如果你是比如说全职妈妈或者在职妈妈，他们因为哺乳的问题必须休1年的产假等等，他们会获得他们原来工资的60%，但是呢会以1800欧封顶，也就是如果你的这60%是超过1800欧，那你每个月就是收1800欧。就是撑死了只有1800欧嘛，那些高收入的家庭，他们是对于这个就是会损失的更多，应该这样说。所以刚刚算的这个孩子金加父母金，每个月你会收到至少500欧的一个补贴。如果你有3个孩子，600欧加上300欧就是900欧，这是我即将迎来的一个数额。此外，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这个口红呢，如果你是不属于高收入家庭的话，你就每个小孩会获得300欧的一次性的补贴，然后这个300欧是你不需要去 return 的。由于新冠的这个问题，其实政府同时也把幼儿园的这个学费给降低了。比如说本来可能你每个月要交300欧，那你接下来可能只需要交几十欧。就一方面你的支出在减少，另外一方面政府给你的不停的有一些补贴。我觉得政府在做很多很多的措施，让新冠给每个家庭带来的这个损失不停的降低。我的早餐好啦，哒啦，还有一杯过期了1年半的麦片。这麦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牌子，所以当我发现过了1年半之后，我还是毅然决然的喝了起来，主要是放在一个角落给忘了。其实我一般会等到所有卫生都打扫完之后，然后再一个人坐在这儿静静的吃早餐，但是今天放眼四周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做完，然后我又饿的实在不行了，不要这样亏待自己。所以等我们补充完能量再继续大战。关着。我们分为5个板块来说，吃喝住行乐这5个方面，分别说一下，如果你每增加1个孩子，你在这5方面的那个支出到底会增加多少呢？首先呢，哎呦喂，终于快到卫生了。首先，这个吃和喝，那肯定是在一块的，你总不能只吃不喝或者只喝不吃吧？
其实在德国，如果你单单是在家里自己做的话，你要做3个人的菜跟做5个人的菜，尤其是面包啊、主食啊，就是德国的吉祥3宝，比如说胡萝卜、土豆、这个洋葱啊，这些量稍微大一点跟量小一点，它的那个价真的可以忽略不计。当然这只是其中一方面，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你买食材所增加的成本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新组建的家庭，经常是浪费的，因为你会错误估计自己所能够摄入的食材的量。当然可能这个会随着你的就是家庭生活的阅历的增长，所以慢慢会减少这方面的浪费。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单单这些浪费的食物就已经足够我去养其他几个宝贝了。当然你在家里吃当然是这样吃，但如果你去外面点菜的话，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是 base 在你自己在家里多做一点。毕竟其实你要带个3、4个孩子出去餐厅吃饭，尤其是在小的时候，那简直就是 disaster。所以要么就从外面就是打包回来啊，然后在家里吃，要么就自己做饭。如果你是在 Kita 的话，就是比如说在幼儿园那里吃，那还挺贵的。像我们幼儿园一餐是3.25欧，也就是他们2个人中午那一餐就是6.25欧。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其实一天你可能10欧左右的食材就已经足够一整天了。所以这方面的成本可能会每个月增加，但是也就撑死了你每个月吃满打满算，也就是70欧嘛。行方面在德国无非乎就是你自驾，然后 bus ticket 或者是火车嘛，普通的日常的公共交通。就如果很小的话，当然可以忽略不计。稍微已经到达，就比如说6岁或者12岁以上的话，你有这个学生的身份，是可以以很低的价格每年买一个年票就已经可以解决日常出行。然后如果你自己开车的话，像我们家现在就是面临这个问题，我们有3个小孩，如果一个普通的5座出行的轿车，小轿车是没有办法满足的，就是安全系数较高的，它比较大型的那种安全座椅。这个如果是你是自驾的话，3个以内的孩子还可以接受，但是一旦到达4个，就是5座车是绝对没有办法解决一起出行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要自驾游等等，那你的轿车就会要升级，这是一个肯定会带来的额外成本。住的话，大概你每增加一个孩子，就是顶多增加0.5的成本。这么来说吧，如果你是3口之家，你可以选择一个离市中心稍微近一点的房子。等到你有2个孩子、3个孩子，你就把你的这个房子远离市中心移那么一点点，然后房子就变得更大一点，从3个房间到5个房间的增加。这个由于地段的变化，其实可能你的租金甚至在下降。尤其是如果你稍微远离市中心一点，说不定你还能有一个带花园的房子。你真的会需要一个花园，把这些熊孩子们全部扔出去，让他们该怎么造就怎么造，然后你自己在阳光底下坐的喝一杯咖啡。其实我想把娱乐跟兴趣爱好的培养放在一块儿。那娱乐方面，其实你完全可以淘一些二手的那个玩具。现在在德国，它的二手市场其实非常的活跃，比如说雨衣啊、雨鞋啊，或者滑雪服啊、跷跷板啊、自行车啊等等，这些其实保存的程度都非常的好。尤其是孩子在小的时候，他需要一个过程，去刷呀、撕啊，不是说买二手的便宜就能够随便撕砸，而是你没有那么心痛嘛，毕竟咱们钱又不是天上砸下来的，对不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书的这方面，我基本上买的都是二手，除非说是别的朋友啊，或者是孩子的奶奶，他们就是会送一些新的书。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去二手市场淘各种各样的书，那种0.5欧、1欧、2欧1本，就是你随便拿。你觉得有很多的画本啊，尤其那种撕不坏的画本，我会是非常喜欢买给特别小的孩子。然后我又很喜欢在他们小的时候就想要养成他们喜欢看书的这样一个好习惯 ，which I don't have 。兴趣爱好这方面的培养，我觉得成本是会增加的，因为虽然说你有1个孩子的时候，你是要，比如说你要投资给他学习钢琴，就一样乐器嘛，然后你有3个孩子的时候，你的确也可以让他们3个都学乐器，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自觉的老母亲，仍然是会幻想着3个孩子一场表演，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一天呢？但这个是属于我觉得是富有富养，穷有穷养。其实今天叽里呱啦也真的分享了很多，我相信这个视频会非常的长，感谢大家一直看到了这里。我相信关于这个话题还有很多方面我并没有讲全面，那如果你有更好的见解的话，或者是建议啊，可以在评论区发出来。希望镜头前面的每一个你都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勇敢的母亲，我们一起加油。我是婷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既然你已经坚持看到了现在，那么就点个赞再走吧。如果你人非常好的话，不如就订阅我的频道吧。